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都已经过年了啊，我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吉祥，祝大家吉星高照，步步高，祝大家福龙迎春，家家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非常感谢各位粉丝，祝大家龙年吉祥，龙年大吉。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拆解这个鹰龟的一个90瓦的充电器，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拆解环节。拆解之前，我们先看看它的构造，它这个背后面是没有缝隙的啊，整个后盖壳体是一体的。看一下这个缝隙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压进去，然后进行焊接的。我们用撬棒撬一下，看能不能撬开。这个地方是可以撬开缝隙的，不行，这个焊得太牢实了，我们就从这里把它切开。切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直接用撬棒就可以把它直接把它撬开。它是采用连接线的方式连接到主插头上面，然后内部全部都是被硅胶填满了的，我们还要想办法把这个里面的板子给它拿出来。原装正品的充电器的做工啊，四周全部都掰开了，这个充电器我竟然还把它拿不出来。我们把侧面拆开了，才发现这内部还有硅胶填在里面的，把这个主板粘得死死的啊，根本就没办法把它挪动，费了48个小时，终于把这个内部的板子给它拿出来了。这边是灰色的硅胶全部都填满了，底部为白色的硅胶，还有泡沫双面胶来稳固这个板子，不让它在里面松动。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把这上面的硅胶给它清理一下，然后把这个屏蔽罩也给它取下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主板初步清理硅胶过后的样子。这是我初步清理下来的硅胶，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这一块屏蔽罩是保护这2颗芯片的，这一颗还可以起到散热作用的，这是散热钢板。然后这一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屏蔽罩，它是这样焊接在这个电容的负极上面，起到一个屏蔽散热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板做工是非常好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电容都是有座子的，然后这一个电杆下面也有白色的塑料座子，这2个橙色的电容下面一样的是有座子的。这个是平面变压器，这个是 PFC 升压电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供膜电杆、电容、X2 电容。我们现在就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上面的插件全部都取下来，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这就是我们拆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这里，因为它是 PFC 架构的，所以说这个元器件要多很多。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这个就是充电器的插头部分，它为一个鹰龟的3角插头，这一个是起到支撑作用的，并没有接地啊。材料为铜质材料，连接主板的地方采用的锚举的方式，把连接线铆在这上面，然后用一黑一红的线进行连接主板。这2个点就是主板上面的220伏的输入端，输入端这里有一颗黑色的小方块的岩石保险丝，它的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输入端的这一边有一颗供膜电杆，内部是黑色的磁芯，采用绝缘线和气泡线双线绕制。这一边还有一颗巨大的一个供膜电杆，外面有热收管进行保护，取下热收管，内部还有绝缘贴纸进行保护。内部的磁芯为绿色，用气泡线进行绕制的一颗供膜电杆。这个充电器用了2颗供膜电杆来进行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这颗大供膜电杆旁边这里有一颗安硅 X2 电容，主要用于抗电磁干扰和主容降压。它的型号是 224K， 容量就是 0.22 微法，耐压值是275伏，来自广东汕头的松田电子。这家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种薄膜电容和压敏电阻产品的公司。
这一颗就是压敏电阻，外面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这个压敏电阻的作用是防雷和过电压保护。内部的适应型号是 SFV10D471K， 耐压470伏。它一样的是来自汕头的松田电子。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整流桥，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它的适应型号是 D4KB10， 规格是4安耐压1000伏的一颗桥式整流桥，来自重庆的平伟电子。这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公司，成立于1996年。焊在这个座子上面，这2颗是滤波用的金属化薄膜电容，来自台湾的凯利集团。这家公司成立于1986年，是一家专业生产这种金属化薄膜电容的厂家。这2颗是凯利的 MPH 系列的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采用环氧化阻燃树脂粉末涂装，具有良好的治愈性，容量是1微法，耐压450伏。同时，这个固定座上面还有一颗滤波电感，内部的磁芯为灰色，用7包线同时进行扰制。这一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插电容放电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PN8201， 来自江苏无锡新鹏微电子。这是一家专业从事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2005年。这是一颗专用的 X 电容放电芯片，可以简化整机的 EMI 设计难度。内置2个高压 VD MOS 开关管，可有效的耐受雷击或浪涌测试的应力，满足日益严苛的待机和安规标准。主板的另外一面，这一颗 PFC 升压控制器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EA19162， 来自 NXPJ 恩智浦。这家公司创立于2006年，其前身为荷兰飞利浦公司1953年成立的半导体事业部。2015年，恩智浦收购了摩托罗拉创立的菲斯卡尔半导体，成为全球前10大半导体公司。这个芯片无需额外的外部组件就可以进行集成的 X 电容放电，进行主动功率因素校正、集成软启动和关断，支持高精度稳压升压。内置谷低零电压开关，频率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减小开关损耗，并且内置多重完善的保护功能。配合 PFC 升压芯片用的一颗开关 NMOS 管，它的适应型号是 OSG65R200J， 来自江苏苏州东微半导体。这是一家技术驱动型的半导体技术公司，成立于2008年。这颗 NMOS它的耐压值是700伏，内部的导阻是200毫欧。位于这颗 NMOS 的旁边，这里有一颗快速恢复2极管，适应型号是 PBMUR5JE， 也是来自重庆平伟电子的产品，规格是5安，耐压600伏，用于 PFC 升压整流。这个就是 PFC 升压电感，内部的线圈为多股线性的同时扰制，外部包裹有铜箔，还有胶带，并且还有塑料壳加固进行保护。这一颗横置在主板上面最大的一颗主滤波电解电容，外面有绝缘贴纸塑料壳进行保护。来自台湾的丰彬，是一家成立于1980年的老牌电容器生产企业。这颗电容的容量是82微法，耐压450伏。另外这一边还有一颗主控芯片供电用的电解电容，这个电容体积小很多，一样的是来自台湾的丰彬，容量是82微法，耐压40伏。2颗电容都是丰彬的 TH 系列的低阻电容器系列，电流经过整流、升压、滤波，就来到这颗主控芯片上。这一颗适应型号为 JW1551A 的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GAN 氮化镓主控芯片。这是一颗有源前位反击式控制器，来自浙江杭州杰华特微电子。这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以虚拟 IDM 为主要经营模式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这一颗主控芯片为定制型号，官网是没有资料的。这一颗面积最大的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氮化镓功率开关管，配合主控芯片用的。它的适应型号是 Master GAN1， 来自意法半导体，于1987年成立，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这是一颗半桥氮化镓芯片，内置2颗 GAN 功率器件以及驱动器，集成度非常高。
耐压650伏，内部的导组是150毫欧，可以大幅减少外围的元器件数量，同时方便 PCB 布局，实现灵活、简洁、快速的设计。这一块卡在这个 PFC 升压电杆上面的一个小板，就是充电器的一个初级、次级隔离小板，负责隔离、反馈、调节电压用的光电耦合器，它一共用了2颗，一颗适应型号为 EL1018，来自台湾的易光电子，创立于1983年，知名的 LED 灯珠品牌，专注于 LED 产业的一家公司。另外一颗适应是 TLP383，来自日本的东芝半导体，这是全球10大半导体企业之一，创立于1875年。抑制共膜干扰用的外电容，一共用了6颗，这里有4颗，这边有2颗。厂家都是台湾的和生堂，成立于1981年。这是一家电子元器件供应链中少数涵盖主被动双通路并拥有制造工厂的多元化公司。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变压器，磁芯和 PCB 上面有缓冲泡棉进行隔离，这一面有胶进行加固，内部的 PCB 为加厚的 PCB， 然后上面还有铜箔进行包裹散热。这是一个平面变压器，位于变压器左侧的次级同步整流芯片，适应型号是 JWNRJ， 一样的也是来自捷华特微电子，也是华为的定制芯片。有好几款华为的氮化镓充电器都是这一颗同步整流芯片。同步整流器芯片的旁边挨着一颗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它的适应型号是 P159R3N， 来自杭州的世兰微电子，是专业从事芯片设计及半导体相关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97年。这是一颗 N 沟道增强型功率 MOS 场效应机顶管，采用世兰微的 LV MOS 工艺技术制造，耐压150伏，内部的导组是 7.9毫欧。变压器的另外一侧一共有8颗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简称 MLCC， 用来滤波。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的小板，上面有2颗固态电容，小板上面有塑料胶框进行保护。2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是来自台湾的丰彬，属于丰彬的 PT 系列固态高分子插件电容器。2颗电容的容量都是560微法，耐压25伏。这个小板上面这一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CPS8841， 来自四川成都的易充半导体。这是一家高性能模拟及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的公司，成立于2016年。这颗芯片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USB PD 3.0 协议芯片，集成 PPS 快充，并支持 UFCS 融合快充和华为 FCP 快充等充电协议。输入电压是3至22伏，可以识别 eMarker 线缆，可配置线缆的阻抗补偿。内部集成 NMOS 驱动，芯片内置可编程的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功能十分全面。芯片背面这一颗芯片适应型号 2R703， 是一颗输出 VBus 控制管，是来自日本的东芝半导体。这颗 NMOS 管具有极低的内部导组的特性，耐压是30伏，导组仅仅 3.3 毫欧。这个是充电器的 Type-C 充电口，内部的舌片为白色，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外面有缓冲泡棉进行保护。Type-C 口上面有厂家的钢印信息。充电器的前盖壳体上面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的主壳体上面一样的是印有 PC 阻燃的标识。经过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规的90瓦的华为原装充电器，跟国行的区别就是这个插头。内部仅有几个器件不一样，其他的都是一样的，特别是氮化镓主控、PFC 升压主控、次级整流、协议芯片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一个价格要便宜很多。抛开插头不看，稳波稳定，功率充足，确实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大功率 PD 充电器。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各位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来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充电设备和数码周边的评测拆解，祝大家龙年大吉，万事如意，咱们下期视频再见。